这是我的动画角色。本来想设计一个武打动作，但他已经被我花费了3次，闪过腰，撞过头。想设计一个转圈动作，结果把自己转迷糊了。能不能别画了？我已经转世800次了。OK， 那我们就问问跟迪士尼合作的动画导演吧。最近正好接到了迪士尼中国的邀请，去成都拜访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动画大师刘虎老师，学习动画的同时，顺便求他救活我的纸片人。很有幸在这个美影厂和迪士尼的这个搭建的这个很有趣的舞台上面，是吧？然后4位导演，我有幸成为其中1位，然后参与这个疯狂动物城日与夜啊，日与夜。我们负责的这条叫拼爪术。啊，我看工作室小伙伴都在工作，有没有打扰到他们？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带着我来感受一下。正好我们就在做这个片，我们刚好这样能看到就是整个这个生产的过程。这个工位上您看到这个是在我们正在做这个分镜头到草原，就是这样的话，在一个动态的分镜头的视频的基础上，我们就能看到里面具体的人物的表演，一个大概的走位。这个就是那个主角黄鼠狼是吧？对，提前剧透了。这就到动草。到了动草呢，从我们动画制作讲，其实就进入到中期了。那就进入到下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就是这个原动画。然后红颜色的线就是我们已经做好的原动画。然后您看到就是这个红色的线和黑色的线，它的其实不太重叠。对，不太重叠。而且里面有些动作甚至会不一样。这有点像把那个形体又重新修了一遍的那种感觉。它这个第一个动作就是很像中国功夫，然后跳起来转了2圈，然后再对，您刚才一比划，这个就很中国功夫嘛。对，好玩的。对，到这一步再往后走，就是进入到其实会工作量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勾线上色。这2个小伙伴头发还好吗？还可以，就是在刚才基础上，那么这个就是这儿能看到，这个就是勾线的效果。所以在刚才那种草稿的基础上，我们要把线条做得更细致一些。你看，它就是在做上色的处理。无纸动画的好处就是，比如说修机筒可以点，让我们就是上色会很快。这步完了以后，我们实际上就获得了一个完整的动画的角色的序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合成。如果我们现在再去看《疯狂动物城》的结尾，他们有好多跳舞的。对，下面的人都在动。但如果你在2位里边也这么设计，每个动画面会很乱了。就是我们所有其他的设计，不管是色彩或者运动，都不能超过你眼睛对团块的把握。如果你眼睛把握不到这个团块的时候，实际上你做的其他的设计就失效了。娱乐。对。学习了今天的金句 get。 然后这个再加上背景，加上这个，基本上这个镜头就之前就做完了。这个就是全流程就对，这就是一个全流程。那可以体验一下吧，因为我看这个已经空出来了，感觉是为我准备的。好呀，刘导坐下来等我调试设备的时候，就顺手逐帧画了一个犀牛后空翻的动作，真是牛啊！我正好发现了《疯狂动物城》里有一个小猪被弹飞的动画特别有趣，刘导还跟我分析了一下这2个角色的运动曲线。从右侧跳进来的耳廓弧是小猪发生弹性形变以后，手中的手机向上弹飞，然后小猪向左侧弹飞，这样会让整个动画更富有生命力。这些不那么符合物理规律的运动，正是动画设计的魅力。然后我就赶紧画了让我愁了好几天的纸片人，因为我想设计一个出拳动作，就画了首尾2个关键帧。帮我能把这个动画完成。就到我了是吧？第一步，刘导首先细化了一下2个关键帧的形象结构，然后分析动作的支点在哪里，也就是哪个步子是更实的。梳理完以后，第2步绘制动作最大压缩的中间帧，支撑脚位置一定不能发生变化，其他部分要思考角色的极限运动值在哪里。那我现在就是为了让它的出拳效果更好，我一定要让它进入到我们所谓最大的压缩量。例如右手旋转可以缩到身体的后面，让左手伸到前面，营造一种纵深感。极限的压缩有了以后，第3步再去绘制极限的拉扯。这一步因为运动很快，所以可以绘制一些残影。第4步在完成结束动作之前，可以再绘制一个稍微过一点的动作，让动作有一个回弹的效果。最后第5步再补一个纵深感的过渡帧。拳是如何打出去的？播放看一下，一个神奇的动画就制作好了。哇，
感觉好荣幸啊，被大佬改了一下这个动画。我到时候最后想做一个这个小动画，然后打一个《疯狂动物城》里的角色。然后刘导又分享了一些关于场景颜色的经验，例如原电影里的颜色特别丰富，冷暖色调的对比，色彩透视的呈现，但把 3D 的场景变成2D就要做更多细节的取舍。基于原场景的逻辑，先适配黄昏的故事，绘制分镜头 ，OK 后绘制一个详细的线稿。这个实际上就是把它的整个每个建筑的细节和逻辑给它梳理出来。之后做真正场景的设计稿，加入了更多的紫色，最后也会加入更多的小动物，也融入了中国的小市集、超市等元素。一个几秒的镜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思考。这次在看成片的时候，脑子里感觉就在闪回背后的工作量和团队的发量。最后坐下来还和导演聊了聊几个一直很好奇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 B 站 UP 主嘛，然后也关注您好久了，买了您的书，然后呢，我看到您 B 站有很多小动画做的非常有意思，然后呢，它有一些时事热点可以很精准的抓到那个事件的精髓。那我觉得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这个精髓这个小动画精髓应该怎么去抓住或者是培养学习呢？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来自我童年的积累。我小时候，我父亲是出版社的，所以我小时候看了大量的那个小人书，还有国外的这种各种讽刺漫画。我觉得还有就是可能会不停的就是看到一个事情就有自己的理解嘛。当然也是我觉得也有我们的局限性了，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对账号对内容的发布可能就局限于我自己的这个理解，我也很难去说就是跟着标签或者是流量这样去打。我觉得这点是像我们做创作者的话，有的时候会陷入到那个流量的焦虑当中，然后你可能为了迎合别人去做一些你可能本身不是很感兴趣的东西，久而久之你的那个敏锐度就会有点下降。但是您可以一直保持自己的那个就真的是喜欢这个，然后分享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疯狂动物城》它是一个迪士尼的电影嘛，肯定要有一些那个迪士尼原汁原味的东西，然后又要融入一些中国的这种元素。那这两个点融合的这个难点应该怎么处理把握？我会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画的东西假设在另一个世界都是活过来的，那我必须很尊重他们，是不是中国味道，是不是迪士尼的味道，可能对我们来讲没有那么大的。那这么多角色，您为什么选择这两个角色呢？耳廓狐，但他的所有动作是很缓慢的，但是在有一瞬间，就是他跳上他的驾驶座的时候，是非常迅速的，腾腾就窜上。我看到那一瞬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耳廓狐应该是个功夫高手。黄鼠狼呢，就是在情节里，他本身就有很强的动作戏，所以很顺理成章的就想到这两个角色。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是那个《疯狂动物城》当中的一个角色，您会觉得你自己是谁？哟，Shakira。我觉得可能是以我的体型，可能像里边某只羚羊。那不 Shakira。非常感谢刘导的采访，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探班拍摄结束后，我还和刘导轻松聊了聊天，感觉老成都人的热情一下子感染了我。原来做动画也是在学会怎样去表达自己。就回家完成了我的纸片人，大家觉得怎么样呢？